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人在从出生到长大的过程中，在幼年和青年时期，这个人的面部特征更多是受先天命运的影响，是自己天生带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年时期，面相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以及身处的环境开始慢慢发生变化，其运势也会跟着发生一些变化。而我们便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特征来了解这个人的运势情况，是走好运还是衰运。那从面相角度分析，有哪些特征的人中年时期易走衰运呢？跟随大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如何从面相看你中年是否会走衰运？一、看眉毛。先说下眉毛，我们看电视里面神仙的角色都有一字形或者是新月一样的长长眉毛，眉毛很端正，这是长寿的面相。那么体弱多病的人或者是运气不好的人，眉毛是什么样子呢？一般情况是眉毛短稀，甚至会有些干枯或者是容易脱落，这样的人心血不足，容易体弱多病。女性的眉毛如果特别黑，但是有些短，则性子比较急，很容易发火，对肝肾不好，也会影响自己的运势和婚姻。眉毛一般的整齐柔顺，会让你事业和财运顺畅。相反，如果眉毛散乱，而且尾部有些稀疏的话，往往预示其人赚钱会很艰苦，也会因为跟合伙人发生矛盾而影响人际关系，从而招致破财。二、看眼睛。在当今社会，经济物质是每个人生活的支柱，没有了经济上面的支撑，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一般的眼睛不明亮，有一些昏沉，或者是眼睛有红血丝的情况，这样的人很难在经济上面有大的突破。最好不要从事炒股或者是风险性的投资，因为这种面相的人很容易破财，还容易招惹是非。尽量不要跟不熟悉的或者是人品不佳的人做生意，很容易让你钱财尽失，甚至欠下债务。三、看鼻子。鼻子也是看一个人财运和事业的至关重要部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年以后运势差的人，鼻梁上会开始有一些竖纹出现。一般事业很好的人，鼻梁都比较直，且鼻头有肉感，这样的人事业顺遂，还易有贵人相助。如果突然发现自己鼻梁上多了一些竖纹，你要注意了，最近可能要跟别人在工作或者事业上面有口舌之争，或者是上当受骗。四、看下巴。下巴也是掌管人的福禄的重要部位，下巴一般代表房屋、土地这些不动产的情况，也是古时候人说的田宅是否充裕的表现，而且还掌管着人晚年时期的运势情况。下巴宜丰满圆润，或者是有双下巴，这样的人通常田产丰厚，晚年生活幸福。尽量不要让下巴出现磕碰，否则可能会影响人的财运。另外，下巴短浅的人也容易守不住财，钱财来得快也去得快，来去匆匆，还会有过分浪费的情况。五、看夫妻宫。夫妻宫主要为感情运，夫妻宫好的人主感情幸福美满和睦，夫妻能够长久。在迈入中年后，夫妻宫的部位出现伤疤或有明显的黑痣，都是一种不利的征兆，主自己在中年容易因感情上的问题而直接牵扯自身的事业，会因感情的问题而直接导致事业上的问题出现。夫妻宫出现了伤疤或是痣痕的人，容易在外面沾花惹草，尤其财运方面，容易因自身起色心而导致财运的破财和财运的流失，在事业和财运上主破败之象。二、中年走衰的面相特征。一、眼睛昏沉。眼睛是个人面相中最能体现精气神的特征部位，同时也象征着一个人的运气、智慧等方面。如果自身的眼睛出现昏沉，都是不利的晦气出现。
而这种昏沉并不是跟平时没有睡好一样，只要弥补好就很快恢复过来，而这种昏沉是一种长时间无法消除的体现。一般出现这样特征的人，且内心还有一种急躁、烦躁不安的感觉，就好像心中的有一团无名之火压抑自身，给自身带来的征兆。一旦这种情况出现，那么破财的几率相当高，且还自身容易出现口舌方面的是非，一般不适合去投资，一投必败。2. 眉毛出现杂眉。眉毛最好为整齐柔顺，多为有事业有财运。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眉毛散乱，还有的眉毛尾部稀疏。这些人从性格而言，性格上多有急躁和嫉妒，因此容易因为与他人的矛盾是非而有所破财，往往在财运上有一定的破财情况，容易在赚钱的过程中因为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性，情绪急躁，因而在工作中不易做到有始有终。这个是先天中整体的情况。一般在中年出现杂眉，或则是眉毛中间在一定的年份中出现长短不齐，也是晦气的征兆。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仅自身钱财容易破败，尤其还容易牵扯自身的感情出现动荡。3. 鼻梁出现竖纹。很多人会觉得一个人的鼻梁在一定的年份就会出现竖纹，其实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鼻梁主个人的事业运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见事业上有好突破的人，鼻梁都比较直且具有肉感，这样的人事业顺，贵人运旺，给自身带来事业上的提升。而针对个人之前事业运势一直都不错，但是突然发现自己的鼻梁有多条竖纹，那么此特征就是破财的征兆。尤其事业工作方面也要注意，容易出现口舌之事，与自己身边的人争执性比较大，还容易出现上当受骗的局势。4. 下巴出现磕碰。下巴出现磕碰，很多人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下巴代表田地、房屋等不动产，或者也象征着一个人财运的稳健情况。如果出现磕碰，寓意着个人的财运情况不是非常稳定，因此破财的情况也会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容易因个人利益的驱使而做一些冒险的投资项目，而财源有所破损。此外，还容易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而破财。5. 出现悬针纹。35到36岁以后运势下滑。这个悬针纹是很奇怪，怎么皱都皱不出来，它就是在中间一条线下来。出现悬针纹的人很多疑，报复心很强，而且很奇怪，他的心情很不开朗，很会跟人家计较。当然，在事业上有计较的心情，一直多疑，跟人家斗来斗去，无论你的工作或你的事业应该会下滑。6. 出现破颧纹。46到47岁以后运势下滑，颧骨代表46、47，如果有破颧纹出现的话，就是46到47时运势下滑，左边右边都算。破颧纹出现就会破了你的权利，这时候45、46的时候会下滑。7. 后脑削平。46、47以后运势下滑，一般的后脑不会完全平平的，后脑有略略凸出来，这才合格。不管多凸少凸，如果你是完全平的，表示你完全没有推动的力量，或者做事情比较不会很热衷，很退缩冷淡，那么这种性格对你争取你的事业就不好。这样的人大概是在46、47左右运势会下滑。8. 鼻大口小。50岁以后事业下滑，鼻子很大口很小，配不起来，鼻子叫土，嘴巴是水，变成土克水，就对水不好，就是鼻子以后的运势不好。鼻子代表是40以后50以前的运势，口小代表50以后运势下滑，没有什么饭吃。人们常说相由心生，
人的心性影响着面相，而面相又是运势吉凶的最直观反应。所以归根结底，人的运势好坏其实是受自己心性所影响的。如果人一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和善良的品质，即使先天面相不佳，慢慢面相也会变得柔和，并且多福多寿。如果人不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为人处事斤斤计较，事事以利益为先，那也会使原本很好的面相慢慢变得缺陷多多。正所谓世事无常，一个人所拥有的运势好坏并不能够根据自身的意愿而改变。这就是为何有的人天生运势出色，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够一帆风顺，而也有的人容易遭遇意外变故，诸事不顺，命运极苦，可以称之为命苦之人。那么苦命人的面相都有哪些特殊之处呢？大佬总结了15个常见的苦命面相特征，希望你没有中。1. 印堂有疤或痣。印堂又称命宫或事业宫，代表一个人一生命运走势，而两眉之间间距的宽窄则代表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和事业财运状况。若是女人的印堂处长有恶痣或者疤痕的话，代表着命运的根基受损。这种女人一般心胸较为的狭窄，凡事爱计较，而且特别贪心，什么都想要，一生劳碌而奔波，但日子过得没什么起色，也没什么清闲的时间去享受生活。2. 眉骨高凸。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眉骨高低又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如何。如果女人的眉骨长得较高的话，这种女人一般看起来非常的凶，煞气较重，缺乏女性该有的柔和之美，而且个性冷漠，争斗之心非常强，脾气还非常的急躁，发起火来做事完全不顾后果，做事缺乏规划，花钱没有节制，理财观念比较差，无论家里有多少钱，最终都会被挥霍光，一生破财不断。3. 眼珠外露。眼睛代表着心性，也能反映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方式和态度。如果女人的眼珠长得外凸明显的话，这种女人表面上看上去性格比较开朗，也非常的健谈，但实际上心眼非常的小，嫉妒心也比较强，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而且性格非常的急躁，容易发怒，还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属于天生的惹祸精类型，人缘非常的差，财运自然不会好。4. 鼻梁塌陷或起结。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财运，如果女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视的话，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软弱和内向，内心比较的自卑，缺乏自信心，也没什么主见和魄力，即使有才华也不善于表现，性格犹豫，容易错失良机。而若是鼻梁起结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情绪多变，性格矛盾而纠结，属于那种说翻脸就翻脸的类型，特别的难相处，很少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一生命苦，越过越清贫。5. 人中窄且浅。人中在相学中称为子庭或寿堂，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子女运势和福气薄厚。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浅平且窄细的话，这种女人大多肾气不足，身体健康运势不是很好，体质偏弱，而且生育能力低下，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性格随性，自我约束力不强，行为举止也比较的开放，尤其在感情方面比较放纵，缺乏专一和责任心，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容易产生嫌隙，注定无法安享晚年。6. 额头尖窄。额头乃是面相中的天庭，代表的是一个人青年时期具有的运势变化特点，以及在工作事业方面拥有的发展前景。很显然，若是额头外形出色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能够有着稳定的工作，生活也会因此而受益。而如果额头外形不佳，呈现出尖窄凹陷状况的话，则说明其人容易在工作当中遭遇意外，尤其是额头中印堂发黑，更是常见的苦面人的命相之一。7. 山根凹陷。作为鼻子的起始点，山根存在于双眼之间，也就是说与面相中的财帛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旦山根外形比较糟糕的话，那么其人的情感运势
人际关系以及财富收入都会受到影响。相学中就认为，有着山根较低、凹陷状况严重等面相的话，就容易在生活中遭遇波折，无法做到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感情和工作机遇，也就是典型的苦命人的面相。8. 嘴巴合不拢，这是指嘴型存在难以闭合、经常张开的状况。无法合拢的嘴巴意味着其人容易遭遇破财，从而损失财富。此外，这类人也有着祸从口出的性格特点，平日说话做事不着调，容易给自己招惹麻烦。9. 鼻歪嘴歪，从面相来看，鼻子歪的人为人心术不正，鼻歪之人心里也是歪斜的。这面相的人见不得别人过得好，要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就产生嫉妒心，然后想着怎么去破坏别人，而不是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优秀。鼻歪嘴歪的人心术不正，疑心大，想法过于偏激，疑心又大，总是怀疑这怀疑那，婚姻感情不和谐，一生事业家庭都很艰难。10. 耳反郭路，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看耳朵面相就知道。而一个人的耳朵若是生得很小，耳反郭路，那么这耳相的人一生命运是非常坎坷的，没有什么福气。小耳则不及，耳朵大代表精力充沛、好动，耳朵薄小的人定力不足，缺少忍耐力，很早就背井离乡出去谋生。耳反郭路的人少年运就不佳，运气很差，一生都事业难成。11. 颧骨低陷，颧骨面相是看一个人是否有担当、有魄力、能力行不行的。若是一个人的颧骨高且饱满，有肉包住，那么这面相的人能力是非常强的，事业运非常的好，在事业上必定有自己的一番作为。而颧骨低陷则是事业运比较差，为人交际能力差，不懂交际，容易得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难以获得他人支持，管理类能力比较低，所以很难有大前途。12. 鼻孔外露的人，有些人看起来虽然不可一世、光鲜亮丽，但是其实内在却很糟糕的，这种人无疑也是很命苦的，虽然不展现出来给自己的周围人看。一般来说，鼻孔外露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如果一个人鼻孔外露的话，基本上难以聚财，经常漏财，所以鼻孔外露也是代表命运不好的面相。13. 下巴凹陷的人，一个下巴凹陷的人通常命运比较坎坷，好命之人往往具有宽厚圆润的下巴，具有比较稳定的运势。而一个人的下巴凹凸不平的话，运势往往是非常不稳定的，这种面相会很容易使得一个人的运势难以得到发展，这样一来，其本人自然也是命苦之人。14. 嘴巴外凸的人，一个人的嘴巴如果长得不好，也是会大大影响命运的，所以一个嘴巴外凸的人往往也会给命运带来不利的影响。一个嘴巴外凸的人运势难以得到发展，是典型的命苦之人。15. 千禧宫塌陷，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上称作千禧宫，也称之为驿马宫，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远行、旅游、升迁及移民等资讯。如果男士此位置长痣，那表示有旅途得意或者远方获利的喜兆，也容易移民或远行发展。不过此处肉下陷或气色昏暗的人不利远行，否则会出现流浪国外、有家归不得的情况。太阳穴饱满，脸上有气色，好运才会上门。大佬最后想说的是，3分天命，7分人为。有以上这些贫穷的面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贫穷中没有了理想，失去了斗志。如果有苦命面相，只要自己有目标、有追求，好运也会降临到你身上。贫贱，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从相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一生比较穷苦。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1. 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1. 耳垂小。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从小生活坎坷，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
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2. 连心眉。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将印堂遮住的话，说明心胸狭隘，嫉妒心非常强，眼睛里容不得别人，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贵人帮助。3. 朝天鼻。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说明有破财的征兆。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4. 额头凹凸不平。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生活经历非常复杂，尤其是到晚年时期，大多会孤苦一人，无法安享晚年。5. 双眼无神。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就像死鱼眼一样，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离婚的概率极高。另外，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抵抗力差，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6. 山根有起结。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容易遇到渣男，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7. 牙齿漏风。在相学当中，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语言表达能力较弱，难以担负重任，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8. 颧骨高。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是典型的克夫之相，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一生坎坷不断，命运多舛。9. 眉毛尾部稀疏。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10. 嘴巴大。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说话不经过大脑，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难以有丰厚的储蓄，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2. 男人的10大贫贱相。1. 两眼无神。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做事也没有耐心，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2. 两腮无肉。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生活质量不是很好，
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3. 鼻梁凹陷。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说明一生孤苦，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经济状态非常拮据，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另外，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4. 牙齿参差不齐。在相学当中，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即便赚钱能力再强，也难以聚集财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5. 头发枯黄。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6. 桃花眼。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7. 声音柔弱低微。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做事不够果断积极，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8. 眼神浑浊。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黑白不分的话，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做事没有耐心，为人自私自利，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9. 嘴歪。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说话含糊其辞，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再加上资质平庸，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10. 形象不佳。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完全没有绅士风度，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自身运势越来越差，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就很难有宏大发展。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那就越糟。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天生此相只能认了。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行事讲正义，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也会变佳的。贫贱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从相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一生比较穷苦。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1. 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1. 耳垂小。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从小生活坎坷，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
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2. 连心眉。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将印堂遮住的话，说明心胸狭隘，嫉妒心非常强，眼睛里容不得别人，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没有什么朋友，更没有贵人帮助。3. 朝天鼻。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说明有破财的征兆。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4. 额头凹凸不平。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生活经历非常复杂，尤其是到晚年时期，大多会孤苦一人，无法安享晚年。5. 双眼无神。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就像死鱼眼一样，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离婚的概率极高。另外，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抵抗力差，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6. 山根有起结。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容易遇到渣男，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7. 牙齿漏风。在相学当中，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语言表达能力较弱，难以担负重任，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8. 颧骨高。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是典型的克夫之相，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一生坎坷不断，命运多舛。9. 眉毛尾部稀疏。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10. 嘴巴大。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说话不经过大脑，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难以有丰厚的储蓄，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2. 男人的10大贫贱相。1. 两眼无神。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做事也没有耐心，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2. 两腮无肉。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生活质量不是很好。
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3. 鼻梁凹陷。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说明一生孤苦，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经济状态非常拮据，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另外，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4. 牙齿参差不齐。在相学当中，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即便赚钱能力再强，也难以聚集财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5. 头发枯黄。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6. 桃花眼。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7. 声音柔弱低微。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做事不够果断积极，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8. 眼神浑浊。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黑白不分的话，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做事没有耐心，为人自私自利，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9. 嘴歪。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说话含糊其辞，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再加上资质平庸，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10. 形象不佳。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完全没有绅士风度，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自身运势越来越差，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就很难有宏大发展。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那就越糟。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天生此相只能认了。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行事讲正义，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也会变佳的。头小，所谓头小，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头比较小，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而女人如此的话，自身事业发展不错，个性比较强，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男子仿父，女子仿夫，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脸小额头窄。
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如果头部长得较大，但是脸型较小，额头尖窄的话，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势。首先来说，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而且智慧有限，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想要获得成功，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眼睛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心理和交际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但是缺乏大智慧，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短浅，只注重眼前的理智，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容易因小失大，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人缘比较差，经常容易得罪人，而且喜欢一意孤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耳朵小，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主一个人的寿命、健康、智商和福气。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没有耳垂的话，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身体健康状况欠佳，容易受到疾病困扰，而且智商不高，心性不够坚韧，做事缺乏坚持，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不够冷静和理智，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所以一生劳碌辛苦，却难有作为，寿命难长。鼻子小，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财库、财路和蓄财力。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对自己缺乏自信，缺乏决断力和魄力，遇事总是畏首畏尾，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挣钱比较困难，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最后也很难守住，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难有什么大的成就。嘴巴小，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吃饭的重要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做事谨慎小心，缺乏气度和勇气，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人际关系不是很好，花钱时大手大脚，不知道节俭，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与大富贵无缘。鼻梁骨突出，鼻梁为极恶宫，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面相学中认为，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太过于狂妄自大，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提一些建议或意见都不会听进去。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等到最后孤立无援的时候，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眉毛杂乱，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面相学中认为，眉乱则心乱，这种眉相的人猜忌心重，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只相信自己，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寒了别人的心，也绝了自己的路。当靠一个人去闯荡，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儿，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腮骨外凸，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欲望大。
他们这种人的欲望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喜欢吃喝享乐，说好听点是懂得享受生活，说难听点就是混吃等死。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而坐吃山空，到最后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生活拮据困难。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胡须过硬，不管男女，胡须过分旺盛过于蓬乱都不是好事。男人胡须过分旺盛，毛发过粗过硬，容易性情粗暴，像李逵张飞一样性情极端，酒后闹事克妻克财。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包括体毛粗黑而硬，明显的阳性过激，容易性情极端，克夫之命，家庭很难和谐。眼睛无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清澈明亮，并且黑白分明，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但如果眼睛无神，眼神游离不定，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没有主见，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无法积累金钱。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一些财产，也会因为一些原因白白流失，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久而久之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有以上特征的人，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但并不是决定的。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也能改变这一情况。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不顺利的事情，不是每时每刻都那么顺利，所以人们就需要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心态不好，结果也会不一样。那在2021年农历年前，哪些人容易倒霉呢？他们都有怎样的面相特征？今天大佬来为大家揭晓。1. 印堂发青红。一个人的神识往往通过印堂表现出来，因此印堂是一个人精神的聚集之所，在面相学上称为命宫，体现一个人的身体情况和最终命理归属。如果命宫长得不好，总有种种缺陷，要么凹陷没锁印，要么出现乱纹、恶痣、疤痕。拥有这些缺陷，就说明自己的先天运势不好，即使本人才华很高，然而人生机遇总是不行，往往会出现寒滞、刑克、灾祸。因此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修身养性，自求福德，进而改善命运。如果一个人印堂发暗发青，就要时时小心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尤其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不要独行，也不要和陌生人或者不熟悉的人独处。如果一个人的印堂暗红，则要注意说话，避免因为口舌之快而引发纠纷，甚至闹上法庭。2. 山根低陷。俗话说看福在鼻，而山根又属于鼻子中的一个部位。鼻子在面相中也是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不仅代表了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自我意识，而且还能通过鼻子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现状以及眼下运势。山根低陷或者出现横纹的人，一般运势都比较差，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获得成功，有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他们常常是忧心忡忡、愁眉不展。还有山根颜色发青或者是五端长出痣来的人，可能身体不太好，有疾病潜伏，而且有此面相的人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特别倒霉。正所谓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3. 耳朵小又薄。在面相学中，我们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耳朵来判断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寿命的长短，而且从耳朵不但能够看出幼年时的运势、家境的好坏、受教育的程度，还能够借此预言将来的发展趋势、功名利禄以及身体状况。所谓耳朵小，是指双耳占脸部的比例过小，并且耳垂单薄或者是没有耳垂的人，是属于先天不足之象。此人从小身体就不太好，体弱多病，缺乏免疫力，等到长大以后也会因为工作辛苦而积劳成疾，
所以这样面相的人也算是真的倒霉透顶了，福气比较少。4. 奸门下陷。从眼睛鱼尾到太阳穴处，在面相中被称为奸门，主要掌管人的感情和婚姻。奸门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夫妻宫，奸门又被称作是太阳穴。若是奸门下陷或是有疤痕的人，夫妻感情很差，平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就发生矛盾，争吵不断，婚姻很难维持长久。这种面相的人在30岁之后，在事业或者工作中容易遭到别人的暗算和陷害，无端惹出很多是非，并且钱财受损严重，所以他们也是属于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之人，不但赚不了多少钱财，而且一辈子还辛苦劳累，在婚姻生活中也不是很幸福，夫妻二人相互埋怨，很难有幸福感。5. 眉与眼间距窄。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大，就是田宅宫宽阔，当然会拥有不少资产，反之则资产相反。故此就有人说，如果一个人眉间距很宽的话，往往是会拥有豪宅的人。不用说，这类人当然也会有钱。原因就是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往往眼界宽阔，乐观向上，有忍耐，所以能够成就事业。反之其人则个性急躁，做事缺乏耐心，尤其是不适合投资理财。不过这种人适应能力较强，做事情也很爽快，只是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房屋，总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面。同时田宅宫象征着家人、家庭情况，如果田宅宫长得不好，往往不擅长和家人相处，家庭关系也相对紧张。而田宅宫出现痘、疤、斑等的人，往往家人关系也差，因此也难有祖业，要靠自己打拼。6. 颧骨高凸，无肉包裹。面相学当中，颧骨所占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鼻子，其代表一个人的权力与霸道。我们可以从颧骨的高低、左右色泽去辨别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在面相学中，颧骨过高或者是太过明显，代表此人与身边的人相处时，总是以高傲之姿自居，孤芳自赏而不愿与人沟通，而且平常容易跟人发生口角，处事霸气执着，一向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很难有真心朋友。颧骨高凸又没有肉包裹的人，脾气较差，性格还很霸道，蛮不讲理。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工作中，时常都会因为自己的脾气秉性而造成严重后果，以至于事业不顺，工作辛苦而无贵人悦，很难得到提拔和重用。这种面相的人也是属于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倒霉透顶。7. 福堂气色较差。福堂在眉尾之上部位，和眉的长度相等，近印堂处是内福堂，近眉尾处是外福堂。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与福德主要体现在内外福堂，而外福堂则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财富。如果一个人眉骨高耸，往往小有财产，不会为钱财发愁。要是福堂只能看到骨头，显得很瘦削，那么这种人往往热衷购物，花费大，属于存不住钱财的面相。如果福堂受到损伤，那么就很难攒下钱财，也说明这个人往往缺乏福德，机关算尽也是枉然，所以最好不要经商。8. 眉骨偏白色。眉毛与眉骨构成情缘宫，这里除了代表情谊与爱情之外，还代表外财与投资。如果眉骨的上方偏白色，这是近期要破财或者发生官司争执的特征，运气处于低迷与背运期，行事要注意分寸与节制，万不可恣意妄为，小心驶得万年船。9. 脸部呈灰黑气色。如果你整个脸都是灰黑色的，好似洗脸洗不干净一样，这就是运势受到阻滞的表征。除非你是身患重病，否则这种灰黑色的气色说明你近期很可能会散财，做事欠思考，肾与生殖系统出问题。10. 额头灰蒙蒙晦暗。在面相中，额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掌管着人一生的前途和福禄。
从额头各部位的血色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事业走向、运势旺衰。假如额头出现淤黑晦暗，代表事业即将受到种种阻滞，轻则动摇，重则职位不保。11. 田宅宫发黑。田宅宫就是上眼皮，这里代表物质与享受。如果上眼皮泛起黑色，则代表财产纷争、家业不保。如果田宅宫青灰晦暗，则表明近期易遭盗劫或者财物丢失，且同时小心水灾或者火灾。12. 卧蚕部位发黑。卧蚕就是下眼袋部位，这里发黑也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熊猫眼，这是近期肾气过度消耗所致，代表忧思无限，愿望不能实现，所作无成，情场失意，可能生意也会不旺，或者会有金钱上的损失。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好运不会总在你家。同理，倒霉也只是暂时的，不可能一辈子倒霉。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建议你在新年来临之前一定要谨言慎行，在生活中多交良师益友，远离奸猾小人，规避心术不正之人的打击和算计，让自己的生活更加顺畅如意。女人要是嫁错了男人，就会辛苦一辈子；男人要是娶错了女人，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无论女人还是男人，无论是嫁人还是娶妻，都会慎重考虑，都会努力去看清对方，都会去揣摩对方到底和自己合不合适。只有看准了，确定了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才会选择结婚。但如果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看走了眼，嫁给了有这12种面相特征的男人，那么只会苦一辈子，累一辈子，没有幸福，没有甜蜜，只有心酸和眼泪。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1. 印堂尖窄。印堂就是两眉毛中间的地方，宽度代表了心态，越宽的人心底越善良，越没用私心，也不狭隘。而印堂狭窄多主心胸狭窄，不能容物，妒物忌财，缺乏谦卑平和的心态，容易刻薄自私，这样会使得自己缺乏事业空间，同时也容易上火生气。心眼窄的人都容易患病，要是再加上脸心美或者印堂眉毛多，不仅短寿，还主一生乖喘，穷无片瓦。这种男人对待感情总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不够重视，总是忽冷忽热，让对方没有安全感，并且对待感情不够专一，容易与其他女性保持暧昧，并且性情古怪，脾气多变，让人难以琢磨。遇事总喜欢钻牛角尖，脾气非常差，只要不合心意，就会对身边的人大吼大叫，命中注定孤独。2. 鼻梁上面有黑痣。两眼的中间，鼻梁的上面有黑痣，山根横纹，眼角之间的鼻梁部分有横纹。这样面相的男生特别固执，尤其对于感情比较大男子主义，不允许自己的决定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所以婚后的生活比较辛苦，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契合。因为精力太旺盛，所以导致他们在感情上非常难做到安分守己，喜欢寻求新鲜和刺激，为人非常多情。这种人非常重义气之情，但是对于男女之情却比较随性，即使是结婚后或者是女朋友的情况下，也挡不住他们去外面寻求新鲜感，出轨的几率非常大。3. 下嘴唇厚并且外凸。嘴巴为出纳宫，代表了一个人的世界观，而嘴唇薄厚代表了一个人的情意和欲望。如果男人下唇非常厚并且外凸的话，这种男人大多非常的自我，心思非常重，从来不会轻易向别人表露自己心中真实的感受，对待感情也非常热情和主动，但是比较喜欢新鲜和刺激，注重肉欲和感官上的享受。一旦新鲜感过去了，就会变得非常冷淡寡情。这种男人往往肾气不足，导致身体素质比较虚弱，容易生病，很难长寿，还会影响到自身的智慧，导致思考力不足，并且生育能力较低，对子女运势不利。
4. 招风耳，耳朵主一个人的理性和智慧。如果男人长有招风耳的话，主祖业破败，年轻时家里比较穷困，能够给予他们帮助很小，会吃不少苦头。而眼睛如果大而无神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没什么主见，优柔寡断，遇事容易犹犹豫豫，缺少主见和魄力。事业心不强，所以整日看上去无精打采，精气神不足，一辈子也难有作为。有此面相的男人总是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一有事情就只会选择逃避，不敢选择做主意，没有主见，容易盲从，就算是吃了大亏，有而不敢说，性格懦弱无能。嫁个这样的男人需要一辈子出头，想要家里过得好，女人就得强势辛苦，最后还很难落得好，所以还是不要嫁得比较好。5. 眉骨高，眉骨较高的人则眼窝就比较深，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都比较偏执和自私，眼里只有自己，并且工于心计，喜欢算计别人，并且心思极端，为人心狠手辣，容易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颧骨代表了一个人的欲望，颧骨塌陷的话，则整个人看上无事，内心非常消极和悲观，特别喜欢抱怨以及算计，最终一事难成。眉骨高的人心术不正，往往靠坑蒙拐骗的小伎俩谋取利益，通过一些灰色地带的产业赚钱，打着法律的擦边球敛财。虽然有时能挣到一些钱，但是这些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留存不住。即使生活中与邻里相处，内心也总有想着占别人便宜的心理。这样的人心思不端，难成大事。6. 眉毛过浓，有些杂乱的男人。眉毛为情缘宫，如果一个男人的眉毛比较浓厚的话，这种男人一般非常重感情，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讲义气。在感情方面，一旦确定了某人，就会掏心掏肺，全心全意对他，对待感情也比较忠诚和专一。但是如果眉毛浓密，有些杂乱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脾气非常暴躁，对人对事缺乏耐心，容易发火，甚至还会动手。等到冷静下来后，常常为自己的举动而后悔，很少有女人能够忍受。婚姻中容易发生矛盾和争执。7. 眼睛白多黑少，眼珠略小。眼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地和心思。如果一个男人的黑眼珠较小，眼白比较多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为3白眼或4白眼。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非常实际和现实，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容易干涉女方的交际和工作，喜欢用双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另一半，而且非常自私和小气，凡事只考虑自己。一旦婚姻出现矛盾或危机，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翻脸无情。8. 眼睛含情，不笑带笑的男人。眼睛最能传达一个人的心意和善意。如果一个男人眼睛如水，看上去总是一副笑眯眯样子的话，在相学中也称之为桃花眼。拥有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性格非常温柔，对待异性也比较细心和体贴，所以非常招女生喜欢，桃花运比较旺盛。但是性格优柔寡断，做事缺乏决断和魄力，不懂得注意与身边女性保持距离，导致感情纠葛比较多，而且不懂得拒绝，容易给另一半带来很多感情上的烦恼。9. 眼皮经常耷拉的男人。这种面相的男人眼皮经常耷拉着，看上去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但其实这种男人非常有心计和想法，而且善于隐藏自己，让人不能看出他们真实的内心。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凡事喜欢算计，始终不会真正的敞开自己的内心，让人感觉一直走不到他们的心里，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心与心之间容易产生很强的隔阂感和陌生感，相处起来也是问题不断。10. 鼻头尖小，鼻梁无肉。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和财运，
如果男人鼻头尖细、鼻梁无肉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性格非常刻薄，为人也比较挑剔和自私，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为他人考虑，说话也比较尖锐难听，容易出口伤人，而且特别记仇，报复心极强，在感情中掌控欲非常强，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特别难相处。11. 嘴角上翘、棱角分明的男人。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薄厚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男人嘴角上翘、棱角分明的话，这种男人一般表达能力非常好，特别会说话，与异性交流时嘴巴比较甜，特别讨女性喜欢。这种男人性格开朗，待人和善，女人缘非常好，而且个性温柔多情，总是嘴角含笑，桃花运旺盛，而且不懂得拒绝，容易脚踏多条船。爱上这种男人的话会特别辛苦。12. 下巴尖小。下巴叫做地格，在面相学中，下巴主一个人的聚财能力大小。倘若一个男人的下巴没有肉，又尖又小，则说明这种人运势较差。这种人性格懒散，做事情有始无终，意志力不坚定，结局就是一事无成。一事无成的人不会有大出息，命中是无大财的，即使赚了一些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存，而且还喜欢到处花钱，没有存钱能力，对待生活也是散漫无比。这种人到了晚年运势就更差了。由于早年没有赚到什么钱，所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还要为钱发愁。好的下巴应该有肉圆厚，或者有双下巴，这种人能享晚年。在如今的生活中，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是生活所逼，无可奈何，孤寡老人是道德薄弱所致，是可以改善的。只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子女缺乏孝道，不懂得感恩父母，孝顺父母，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抚养成人，有能力有出息以后就抛弃了父母，导致年迈的父母成为孤寡老人，晚年生活甚是孤寂。那么晚年孤寡的人面相如何呢？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1. 下三白眼。面相下三白眼的人是一个非常心高气傲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他们唯我独尊的想法，导致他们与丈夫与子女的关系很差，再加上他们生性凉薄，亲情观念薄弱，所以无法获得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生活过得很是孤苦。在年轻的时候，或许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维系生活，让自己不那么悲凉，但一到了年迈之际，步入晚年，丧失了赚钱的能力，不能够维系自己的生活，不能够照顾自己的起居，没有伴侣陪伴，没有子女孝顺，日子则会过得非常凄凉。由此可见，下三白眼也是晚年孤寂的面相特征之一。2. 两腮消瘦。两腮消瘦尖削，会形成一个倒三角的脸型。倒三角形脸型面相之人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虚荣心重的人。这样的人在婚姻中很少会顾及到自己丈夫、子女的感受，他们目中无人的性格，随意践踏人的自尊，早已让丈夫、子女对自己怀恨在心，怨言诸多。可见两腮消瘦面相的女人，婚姻家庭都不幸福，到了晚年自然是要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无子女照顾的。另外，两腮的面相乃是我们下庭的部位，与我们的晚年运势凶吉密切相关，而两腮消瘦主晚年运势不佳，因此如此面相的人晚年必定孤寂悲惨。3. 泪堂有杂纹。泪堂指的是下眼睑处，在相学中也称子女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感情运势。如果泪堂处杂纹较多的话，感情生活会变得非常不顺利，财运和事业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此处杂纹较多的话，也会影响到自身生育能力和健康运势，子女运不佳，
与子女的缘分比较浅，也容易与子女发生矛盾，一生为子女操劳不断。但是到年老时，子女大多不在身边，生活孤苦无依。4. 山根尖细。山根位于两眼之间，属于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如果一个人鼻梁瘦削，山根尖细的话，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孤僻，不太喜欢与人交流，交际能力比较差，朋友也比较少。而且山根象征着一个人的祖业和福音，山根太细的人缺乏主见，做事缺乏气势和坚持，事业方面不太理想。因为不善于沟通，婚姻生活也很难和谐，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不太好，恐有分离的危险。老年时身边缺少亲人陪伴，晚年生活孤独。5. 人中短浅有恶痣。人中位于嘴巴和鼻子之间，为面部任脉和督脉交汇之所，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性、健康和子女运。如果一个人人中短浅或是长有恶痣的话，这种人一般脾气不好，性情喜怒无常，喜欢对身边的人发火，而且为人也非常小气，凡事喜欢与人计较。这种人大多不注重孝道，对老人缺乏尊重，甚至还会恶语相向。自身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晚年生活孤独凄凉。6. 喉结凸起，吹火嘴。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饱厚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巴向前撅起明显，就像吹火一样的话，这种嘴型在相学中称为吹火口。长有这种嘴型的人，如果喉结也比较突出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固执和自我，话特别多，而且说话口无遮拦，不注意场合，为人也特别八卦，喜欢在背后议论，说人长短和是非，挑拨他人的关系，因此人缘特别差，也没什么朋友。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晚年缺少照顾和关心，生活孤独凄惨。7. 腹喘口。腹喘口指的是嘴角下垂，看上去就像船翻过来一样。这种人一般性格内向，不太喜欢说话，但是心胸狭窄，凡事喜欢与人计较，而且个性也比较倔强，决定的事情就会去做，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劝阻和感受。嫉妒心也特别强，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遇到困难喜欢逃避和退缩，出了问题喜欢推卸责任，特别难相处，怨气很重，特别喜欢抱怨，身边也没什么朋友，晚年容易孤单一人。8. 唇形歪斜不正。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不正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善于花言巧语，口才特别好，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诚信，脾气也非常暴躁，特别喜欢管闲事儿，特别喜欢强词夺理，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挑拨是非，是典型的小人之相，所以身边的人慢慢会远离他们，晚年时身边也没有人陪伴，生活孤苦而贫穷。9. 下巴短小。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小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但是却非常神经质，整个人非常敏感，做事也没有长性，考虑问题非常现实，缺少人情味儿，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家庭责任感非常差，内心不安稳，总想往外跑，不喜欢在家待，家庭运和子女运比较差，晚年孤独寂寞贫困。10. 鼻梁瘦削无肉。此类面相的男人个性比较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32到34岁时感情运极弱，极容易因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争执，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中年大多孤苦伶仃，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心直口快，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在34到36岁，他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容易因此而离异，且晚年的子女缘浅。11. 脸上杂毛多。
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喜欢吹嘘，虚荣心强，心胸狭窄，十分记仇，身边朋友寥寥无几，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事业难有贵人，在40到43岁间，虽然事业运不俗，但易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感情也易因此崩溃。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性格强势，从不考虑他人利益，婚前易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婚后则易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最终难逃离异结局，中年会较为孤独，老年老无所依。12. 鹰钩鼻，这类面相的男人是典型的事业能手，为人有城府且善于谋划，事业方面大多能获得不俗的成就，但极不利婚姻，在30到34岁间易因经受不住诱惑而出轨，且有二婚的倾向。48到52岁期间易因遗产或是其他经济纠纷而与另一半或子女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自己被冷落，晚年难有依靠。此面相的女人为人自私，通常会以怨报德，婚后易因另一半无法满足自己某些无理的要求而责怪对方，最终易造成感情畸形，在40到44岁期间极易离异，晚年生活孤独。13. 嘴唇厚且牙缝大，有此面相特征的男人为人做事缺乏规划，喜欢幻想且执行能力弱，在爱情中喜欢逃避，并且对另一半漠不关心，婚后易出现同床异梦，老来亦无妻女陪伴。此面相的女人注重物质和肉欲，无法忍受单调的生活，婚后易因不甘平淡而奔波事业，忽略家庭，亦因此而导致与家人关系不和，老年即便富贵也孤独难免。上述大佬说的便是孤寡命的面相，这几种面相的人是会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他们生活中就只会思考到自己的感觉，即便是结婚了也会这样，他们是不看重情感的，和老婆的共处是不好的，和儿女的情感也很不好，因此到了晚年是不可以寻找到依赖的。很多小孩在出生后身上都会带有胎记，这些胎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但是有些胎记不仅不会消失，还会越来越大。农村有句老话说，穷记脸，富记腰，有钱难买记胳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接下来大佬给大家分析一下。一，什么是胎记？胎记也就是色斑，可分为蒙古斑、咖啡斑、色素斑、鲜红斑等多种类型。一般小孩在出生之后，屁股上都会有浅褐色的色斑，就像被打过的淤青一样。不过这种色斑一般都会自动消失，有些红斑或者黑斑就不容易消失了。二，关于胎记的传说，古人认为胎记就是从前的印记，是为了完成某一种心愿而做下的标记。比如乾隆皇帝在做太子之时，就喜欢上了一位宫中的妃子，后来这名妃子就被太后赐以3尺白绫。之后乾隆皇帝就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她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色的记号。后来乾隆皇帝遇见了和珅，巧合的是和珅的脖颈上正好长着一颗红痣，其位置与乾隆皇帝当年做的标记一样，而且和珅的长相和那位妃子很像。很巧的是，和珅出生的时间与那位妃子离开的时间也很吻合，于是乾隆皇帝就认定和珅就是当年的那位妃子。从此以后，乾隆皇帝就对和珅是百般照顾，这也是和珅能在乾隆一朝只手遮天的原因之一。后来嘉庆上位，扳倒了和珅，而和珅走的方式与当年那位妃子一样，都是被赐了3尺白绫。古人认为，凡是身上带有明显标志的人，能与你相遇都是有原因的。
是为了再续前缘，或者报恩，或者讨债。民间传说，胎记是在离开之时爱人流下的眼泪所导致的。当然，也有的说是在轮回之前用泥土或者其他东西重新做成的身体，而胎记的位置就是曾经的伤口。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其实现在人都明白，那只不过是皮肤的色素而导致的，有些是血管而导致的。古人认为，无论是胎记还是痣，都是曾经的标记。比如脖颈背后的那颗痣叫做苦情痣，是为了再续前缘，而带有标记的人来到你身边，不是报恩就是讨债。如果是曾经的爱人留下的标记，那就是来报恩的；如果是曾经的伤口所留下的标记，那就是来讨债的。3. 穷忌脸，富忌腰，有钱难买忌胳膊。1. 穷忌脸，富忌腰，意思就是说脸上有痣或者胎记不好，因为脸上有斑块会影响美观。俗话说明痣无好，暗痣无坏，意思就是腰要长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才好，而痣也是胎记的一种。比如有一种叫做石虫痣，也被称为巨富痣。石虫是西晋时期的大富豪，古人常用伏笔石虫来形容一个人富有。由于他背后右肩胛骨最下端就长着一颗痣，于是人们就把这颗痣称为石虫巨富痣。因为腰部为财库，所以人们就认为痣长在腰部就容易富，所以说穷忌脸，富忌腰。2. 有钱难买忌胳膊。古人认为胳膊上的痣大多都是比较好的，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左胳膊上的痣有图顺痣、旺运痣、藏珠痣、多外痣、大气痣、高超痣，而右胳膊上还有痴情痣、有能痣等，而这些大多都是比较好的。其实这句话只是古人的一种说法而已。由于古人对外表还是很看重的，如果脸上长着一块胎记，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影响交际和事业，所以胎记和痣都是易藏不易露，要长在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才为好。4. 身上不同位置的胎记命运如何？ 1. 屁股下胎记。如果刚刚出生的孩子屁股上有胎记，那么很可能这孩子属于出世的富贵命。孩子不管想小时候还是长大之后，都有可能会处处受到别人的欢迎，并且孩子如果能够在学业上和生活上能够努力的去学习，那么将来很有可能会使得孩子能够为人处事，能够得心应手，并且还是属于一辈子衣食无忧的好品格。2. 尾龙骨胎记。尾龙骨胎记人称龟尾，民间俗称尾龙骨。若有痣在此，代表是才学知识比人特别高，艺术天赋亦胜人一筹，可谓能文也能武，大多是高职、要员或高官之类的人。3. 锁骨两边的胎记。锁骨有痣代表性格温纯，凡事以和为贵，就算被人陷害，都经常保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胎记长在锁骨与胳膊的位置，象征着此人性格较为豪爽，不以金钱至上，情操是很高尚的，但是却并不擅长理财积攒，故而积蓄不会太多。4. 肚脐中间的胎记。胎记凡是藏在隐蔽位置，都多为吉。在肚脐中间生有胎记，从相学来说，其内藏金，富贵象征，事事顺利。老年定必务虚，担忧油盐柴米，不为生活奔波，属于好命之象。
5. 胸口与肚脐中间胎记，若是胸口与肚脐中间有胎记，代表此人属于人见人爱、树见花开一类，而极有人缘。此位置有胎记，往往比较懂得社交，为人和善，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和欢迎，无论到哪里都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和尊重，尤其是异性缘好。6. 大腿内侧胎记，拥有此胎记的人自身命理格局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事业上极富潜能，看似默默无闻，实则能力强大。在常人看来，他们发迹前辛苦又波折，实则势必有一飞冲天的一天。7. 左脸有胎记，人的左脸部位意为与家乡的缘分，这个部位若有胎记的话，代表在家乡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从感抢上来讲，左脸有胎记的男人易与女友不和，而左脸有胎记的女人却可以得到男友的爱护。8. 右脸有胎记，右脸部位有胎记的话，代表与父母关系不甚融洽，两代人缘分浅薄，其人可能会去外地发展，倒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9. 背部有胎记，背上有胎记的人意味着有靠山，自身贵人运，可以频繁借助外力为自己谋利，一生顺遂坦荡，且有逢凶化吉之好运，晚年儿孙绕膝，福气绵长深厚。10. 胸前有胎记，前胸部位有胎记的人自身财运比较好，但多属心术不正之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其人狡猾且多智，是天生的阴谋家。11. 下巴有胎记，面相学上的下巴部位代表一个人的晚年福气，这个部位有胎记的话，即使中年前辛苦奔波，只要到了50岁前后，生活就能安逸下来。中晚年福气足，其人也注重家庭亲友间的感情，是一个顾家的人。12. 手臂有胎记，特别是后手臂上有胎记的人，是不太注重亲友之间感情的，自身不主动维系亲友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很少得到他人的帮助。但这种人自身能力上佳，虽然老年略显孤苦，但亦算不愁衣食。13. 手掌有胎记，这个部位有胎记，意为其人有抱负，有理想，对钱财渴望强烈，且亦有活成人上之人不懈追求，但以后是否能够飞黄腾达，还要结合其他面相特征来看。14. 脖颈后有胎记，脖子后面有胎记的人，情感多属不顺之人，恋爱时容易遭到欺骗，乃至常常要经历多次感情上的波折才能修成正果，大多属于晚婚之人。大佬最后想说的是，如果胎记生长在身体隐秘部位还好，若生于脸部的话，建议还是尽快去除比较好，特别是小孩子的话，无论他自身八字命格再好，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因为胎记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都是极为不利的。所谓命有定数，无论是去痣还是去胎记，对自身命格都影响不大。另外，胎记如果越长越大的话，也要引起自己足够的重视，选择现代医学的途径来解决它，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男儿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穷郎。意思就是男人的嘴巴大可以发大财，吃遍四面八方，女人的嘴巴大就会把自己丈夫家吃穷。这句话十分形象地指出了嘴巴和一个人的富贵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什么样的嘴巴才是富贵命呢？富贵嘴有哪些特征呢？
大佬今天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一、什么是富贵嘴相？归纳来看，如果一个人的嘴唇光亮润泽，棱角分明，口如拉满的弓或是呈四字形，正而不偏，口大能盛得下人的拳头，拥有此类口型的人一般为富贵相。但是如果嘴唇薄而无肉，即使满足以上条件也不算作贵相。一般情况下，能给人带来好运和吉祥福寿的口型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上下嘴唇匀称分明，且厚实不轻薄，即形好；二、色发红如朱砂，即色泽好；三、闭口时小，张口时宽，只有吞吐之象，即寓意好。二、哪些是富贵嘴？一、仰月嘴。仰月嘴也叫仰月口，最主要的特征为口型端正，两边嘴角微微向上，下唇比上唇微厚一些，整体口型如一轮上弦月，而且嘴唇红艳，牙齿洁白。马衣神相中说，口如仰月上朝湾，齿白唇红似牡丹，满腹文章声价美，尽达富贵列朝班。上半句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形容仰月口的形状。那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仰月口的人才华横溢，满腹诗伦，美名远扬，必能发达富贵，若在古代定能在朝为官。从现代面相学的角度来解析，仰月口的人人缘普遍较好。面相上，口掌管语言和实录，说明此人会说话，说好话，是个善于表达言辞的人。而且这类人生性乐观豁达，喜欢交朋友，为人又讲义气，所以无论是人缘还是事业都很好。而且一旦遇到贵人，就能尽显其风采，发达富贵，福禄双全也不足为奇。二、樱桃嘴。所谓樱桃嘴，就是嘴型小而薄，双唇红润亮泽，好像抹了胭脂一样，而牙齿又好像石榴一样排列紧密而整齐。麻衣神相中说，樱桃口尖，唇胭脂，齿似瘤子密且齐，笑若含情韵合唱，聪明拔萃紫袍衣。这句话的意思是，樱桃小嘴的人比较聪明，出类拔萃，能做大官。其实说白了，从面相上来看，就是说这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善于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容易成为自己从事领域的佼佼者。樱桃嘴的人心性温良，待人友善，人缘极好。男性有这样的嘴型，容易得贵人相助，富贵一生。三、四字口。所谓四字口，就是指嘴角整齐光洁，并微微向上翘起，且上下嘴唇匀称的类型。麻衣神相中说，口角光明，唇两齐，两鬓略仰不低尾，聪明更又多才学，富贵应须着紫衣。意思是说，这样的人聪明有才华，一生富贵荣华，官位显赫。其实有这种口相的人，容易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中取得不小的成绩，也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努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如果能加上家人朋友的协助，生活上更能丰衣足食，并且这种口型的人聪明博学，诸事顺利，是位居高官的象征。四、龙口。龙口指的是双唇宽长尖厚，嘴角润泽，略略向上翘。麻衣神相中说，龙口两唇长且尖，光明口角更清奇，呼句鹤伞全通达，玉帝缠腰是所惜。意思是龙口的人清高奇俊，是难得的大贵之相。一般人玉带缠腰可做大官，若在古代可一统天下，登基坐殿。有这种嘴型的人，心里大多向往权势，年轻时会显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为人善于统配和治理。
中年时期，这种能力会随着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而更加明显。拥有龙口的朋友，中年后发迹的可能性最高，容易成为最高层领导，权势和名声也会逐渐增加。5. 虎口。虎口不是指穴位，而是指的嘴型宽大、双唇厚实饱满的口相。马衣神相中说，虎口阔天有收拾，须知此口必荣华。若然不贫且大富，食欲堆金乐自然。意思是生有虎口的人一生荣华富贵，即便不显贵也能豪富，家中金玉满堂。从面相学上来看，有这种嘴型的人从性格上是很讲义气的，注重自身修养和德行，在工作中容易交到很多知心朋友，也能给予你有力的帮助，因此遇到贵人而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相对的财富也会随之增长。拥有这种嘴型的人是大富之家的绝对象征。6. 公子口。所谓公子口，指的是上唇如弯弓一样棱角分明、饱满红润，下唇与之对应也是饱满润泽的嘴型。有这种嘴型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精神抖擞，乐于开拓进取。对于这种朋友而言，一般到了中年时期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是越老越吃香的类型。7. 方口。方口是主名贵之口，主要指的是双唇红润齐整，紧包牙齿，笑不露齿，牙齿雪白色亮。有这种嘴型的人往往口福不浅，喜欢饮食，饱览天下甘之。此外，这类朋友更加适合进入仕途，这样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用。如能积极表现，提升的速度和潜力都很大，并且到中年以后，这种优势会显现得更加明显，属于官途稳中有升的类型。8. 牛口。牛口指的是双唇像牛唇一样，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唇肥厚饱满。有这种嘴型的人，首先从家世而言往往就不错，容易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这种朋友们做事往往粗中带细，虽然表面上可能无所顾忌，然而在真正做事时更加容易闯出精品工程，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这种朋友性格开朗温顺，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9. 唇薄而有形。如果嘴唇薄薄的一小撮，而且向前吹火状，则一生困顿难以发达。而嘴唇薄亦有发达者，口大唇薄则守不住财。而嘴型方正、牙齿细密、唇线清晰的薄嘴唇者，依然能够发福发贵。口细必须配合额头平如利臂。总而言之，在命相学里，理想的嘴是轮廓鲜明、有棱有角，嘴角上扬，唇色红润，唇纹深明。合嘴时与脸型得以配合协调，咧嘴大笑时，嘴型比合嘴时有较明显，且是大幅度的向两颊延伸，这是相学上的好嘴相。同样有这类嘴相的人也非富即贵，但大佬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即便你属于以上9种富贵蠢相，也还需要努力奋斗，这样才能福寿绵长。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